嗨，各位好，本次影片继续讲解机床仿真的设定。那这次要讲的呢，就是透过 Machine Comparator 来定义 MCF 这个档案，然后跟这个机床仿真告知说 G code 跟 M code 的一个作动。那如果之前呢还没看过机床树状结构图如何建立的，以及如何把机床跟 MCF 的界面做一个连接的，欢迎去观看之前的影片。那如果这次的影片对你们是有帮助的，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我们一样进入到这个机床模拟那这个地方它已经就自动调用这个外部的这个 G code。那我们一样点选这个步进。那当然它一样会跳出，就是说这个no meta code G0 use。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透过 Machine Comparator 来定义它。那有安装的话呢，这个地方就会有个 Machine Comparator 的一个启动的按钮，我们点击。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它就会把 Machine Comparator 的这个界面给它打开那打开完之后呢，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如何来定义这个轴的一个设定，然后以及一个通道的一个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一下，就是说如何定义这些 G code 跟 X、Y 相关的数字，那 MCF 知道这个动作要做什么。那我们要透过呢Machine Comparator 这个程式来开始呢告知。那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在这个 Commanders 上面呢按右键，那我们可以呢建立一个 Meta Code Group。那名称这地方可以自己去命名的这没有就是说一定要命名什么名字就是说把它做一个区分而已比方说这地方我先做一个 G code，然后一样这地方呢可能就建立一个 M code。然后接下来呢建立一个 address 那这样子就是可以把它就是说每一个东西呢我都先做一个区分。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比方说像这个 G code 里面，我就要放一个就是 G function 我可以新增一个 G function。那 G function 呢，它有分两个一个就是呢，你的 G function 呢是整数，比方说像是 G1、G2、G3这种是整数的。那第二种就是说 G function 呢带有小数点的，比方说 G2.1、G68.1、G68.2。那因为我的 G0是整数，所以这地方呢我就选择用第一个。那这地方呢，我就可以直接输入一个 G0。那输入 G0之后呢，这边有说到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就选择 Do Nothing 什么事情都不做。接下来呢，我可以继续定义定义就是说我的这个坐标的一个位置。那这坐标包含就是三个轴的坐标 X、Y、Z 那我就用这个 address 那这地方我可以选择这个 X 你选择上面的 X 跟下面的 X 数字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选择上面就好，选择 X。那接下来呢，我一样增加一个 address，那这地方呢是一个 Y， 那继续增加一个 address，那我这边增加一个 Z。好，那我在这边我都是直接呢选择 Do Nothing， 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呢储存在 Machine Comparator 这边按下 Save 我储存。那我回到这个机床这个地方来，我点选这个重设那我重设完之后呢，我可以点选下一步，就会看得到刚刚的错误讯息no meta code G0 use 的它已经消失掉了它不用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说我的 XYZ 的东西都是不做任何的事情，那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算我给它加一个 G -300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作动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点选重设机床，那我们再回到呢 Machine Comparator 的一个界面。接下来就是呢，要跟他讲，我要来定义一下 G0是做什么动作。那我的 X 读到后面有数字，比方说 X100，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我来这个机床仿的这边呢，可以让它真实的运动。那在定义之前我们就要呢懂这个 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的一些程式的语言结构，那以及它写的程式语法的要用的应用程式。
那我们这边选择 File 然后选择 Setting。在做之前的话，一定要去装这个 XML Editor 那这个地方上网都可以呢下载得到就是 XML， 然后 Notepad 这个点 .exe 把它指定进来。好，指定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点选这个 Customize Command 然后我们来选择这个 Editor Made Code 那我们点击。那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开始，就是说利用 Machine Calculator 的里面的程式语言结构，然后来告知 G0这个动作是在做什么的。所以当你们装完这个 Machine Calculator 之后它就会有一个 CSV 的这个 document， 那你可以点击开来那点击开来之后，你可以把全部的指令呢一次呢先把它呢呼叫出来那呼叫出来的话呢，它在上面其实都有跟你讲这个程式语法的结构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运用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呢来做解释。首先呢，我们要做 G0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Standard Machine and Delay 所以就是说就是可以很明白，就是说它是做一个运动相关的一个程式语言。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这边有写就是说 Set Machine Type， 那我要做什么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说，我们是要做这个 Near Rapid 快速的移动，所以我们把这一行我们可以先复制我们按下 Ctrl 加 C。那我们回到呢这个 回到这个 Notepad 这个 XML。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 Extrude 这个地方，我们呢按右键那我们呢选择 Element， 然后选择这个 Child。那它会问我们说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选择 Command。那接下来一样在 Command 上面按右键，然后选择这个 Element， 然后选择这个 Child。那我们选择 Name， 这时候 Name 的话，它就跟我们讲，我们的 Name 是什么？就是这个 Set Motion Type 我们就跟他告知我就是这个。那我如果说是用复制贴上的要确定后面是没有空白键的符号，或者是说换到下一行，这个地方要很注意如果有空白键或者是跳到下一行的话，它一定会失败那接下来的话呢，一样在 Command 按右键，那一样新增一个 Element， 然后选择这个 Child。然后一样是这个参数。好，那这个后面就跟你讲我后面呢就是直接定义我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那我们运动方式的话，我就直接选择线性运动Linear Rapid 那因为它这个地方是这个 string 是属于文字，文字的话就一定要加这个特殊符号去跟它告知好了之后我可以按下存档 ，OK， 那这地方我就可以关闭。一样回到这个 Machine Calculator 然后来定义 X， 一样我们回到这个 Customize Command。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找一下下一个参数我们要输入什么我们下一个参数就是说，我们要设定一下 Set Join Value 因为我们要去抓 XYZ 的轴的一个数值所以我们就要找到对应的一个程式那一样我把这个复制那复制完之后一样按右键，然后 Element 然后选择 Child， 然后一样是 Command， 然后一样在 Command 上面按右键新增一个 Child， 然后这个是 Name。这 Name 的话呢我们就是用这个 Set Join Value。好了之后，接下来继续增加 Command 右键 Element Child。它后面有跟你讲，就是说第一个你已经增加了这个指令，那你的轴的名称，那以及它是抓数值，所以这地方呢，我要跟他讲说，我这地方要去抓一个 X 我们这个刚刚不小心呢点到我们一样是参数，那这地方呢就是 X。好，那接下来下面那一个呢就是抓 value 这个值。这地方呢就是跟他讲说，他只能抓这个 value，那我们就给他，好之后就按 enter。那接下来呢就是 y 跟 z 都是同样的一个操作那我们一样把这个关掉。好，我们来到 y，
好，那一样我就可以开始操作了。哦，然后 element child command，然后 command，然后新增 element child 这个 name，然后呢 set join value 哦，把它 copy paste，然后一样再新增。那这个地方是参数，参数这地方是抓 y。哦，那这地方呢去抓 value。好，那存档。接下来来到 G。好，同样的动作呢，就是一直重复做。哦，command 底下再新增一个 child name。哦，那你这地方放错的话，对不对哈？可以把它呢就是 delete 掉。哦，没有，哦，这应该没有放错，这 delete 掉，要放对位置。好，那接下来呢，一样是新增 element child，然后这个是 G，那接下来 element child，哦，那这个一样是 value。好，存档，那关掉。那接下来最重要一点哈，就是你都已经做完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按下 save 哦。你 save 完之后呢，来调用这个机床这边呢才会有作用。那我们按一下重设，哦，那一样我们现在走 G0 X100，哦，我们就按这个下一步，哦，你就看到它就往前，然后 Y100，哦，Y100，然后 Z300就抓 D300，所以它会去对应到你的树状结构图。哦，来做这个机床的这个驱动的这个仿真。好，那如果影片的话对你们很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忙就是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